流行病的问题无法只由生物学的观点来回答，它涉及了许多人极为全面性的心理态度，而且符合了当事者的需要与想望。根据高林塞斯的观点，流行病的问题不能仅仅从生物学角度解释。塞斯认为，身体和心灵是紧密相连的，身体的状态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，因此人们对于疾病的反应和处理方式，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，也受到个体的心理态度的影响。例如，当一个人感到压力和焦虑时，他们的身体会产生应激反应，这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，如增加心脏病和消化不良的风险。同样的，当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感到孤独、担忧和无助时，他们可能会更容易感染疾病，因为这种负面情感会影响他们的免疫系统，使其变得更脆弱。此外，符合当事者的需求和想望也是影响流行病问题的因素之一。例如，一些人可能不相信科学和医学的解释和治疗方法，他们可能会采取自己的偏方或信仰来治疗疾病，这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病毒传播。综合以上观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流行病问题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，需要从生物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和解决。对黑洞与白洞的了解，没有封闭系统。根据高林塞斯的观点，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系统，没有固定的边界或限制，因此对于黑洞和白洞的了解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。塞斯认为，黑洞和白洞是宇宙的创造性机制之一，它们并不是封闭的系统，而是一个开放的、动态的系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黑洞和白洞是宇宙创造性的不同表现形式。黑洞代表着宇宙的吞噬和消灭，白洞则代表着宇宙的创造和再生。这两个机制总是交替出现，形成宇宙中不断循环的创造和毁灭的过程。因此，对于黑洞和白洞的了解，不仅仅是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角度去探究，更要从宇宙的整体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去思考。这种思考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宇宙的运作和存在，也能启发我们对于宇宙本质的探究和发现。群体实相的许多重要而核心的主题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形成私人事件的力量必须被强调。塞斯在这里谈论到的是群体实相，也就是在一个群体中存在的共同的意识形态、价值观、文化背景等等，它们会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和思考方式。然而，塞斯也指出，即使在群体中，个人仍然拥有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。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，拥有自己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。即使在一个群体中，每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和行动，对群体产生影响。此外，每个人的经验和个人事件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他们可以塑造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模式。在群体中，每个人都会经历自己的私人事件，这些事件也会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。因此，塞斯的观点强调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平衡，既要承认群体的影响力，也要重视个人的独特性和力量。每个个人都是单独的死去，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像这个人这样死去。根据高林塞斯的观点，每个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拥有独特的灵魂和生命体验，因此每个人的死亡也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能像他们一样死去。塞斯认为，死亡是灵魂的一个转换点，它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个开始。每个人的灵魂都会继续存在，转移到其他形式中，因此死亡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转变，而不是一个终止。没有一个死亡是不请自来的。高林塞斯认为，没有一个死亡是不请自来的。在灵性层面，每个人在生命旅程中都有一个死亡计划，就像灵魂在生命前就已经选择了出生的时间和地点一样。这个死亡计划是由灵魂所决定的。灵魂会考虑到这个人需要完成的任务、学习的课程、转世的计划等等因素。在物质层面，有时候一个人的死亡可能是因为意外事故、疾病等突发事件，但这些事件背后也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，例如前世留下的遗传疾病、灵性层面的需求等等。因此，高林塞斯强调，每个人都要尊重生命的旅程，包括死亡这个过程。
死亡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，它只是灵魂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结束，同时也是转向下一个旅程的开始。当人们学会了接受死亡，并且将其视为灵魂进化的一部分时，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，并且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和资源来达成人生目标。流行病致病主因并不是生物性的，是个人的信念。生物只不过是一个致命意图的携带者，在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病毒和住在人体内的病毒是有所不同的，人体认得出这种不同，但你们实验室中的仪器却认不出。赛斯认为流行病的致病主因不仅仅是生物学层面的，还涉及个人的信念系统。他认为人的信念系统能够影响身体的健康状况，因此对于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，必须综合考虑身体、心理和灵性三个层面。他进一步指出，生物只是致命意图的携带者，并非致病主因。实验室中培养出来的病毒和人体内的病毒是不同的，人体能够识别并对抗内部的病毒，但仪器无法识别这种差异。因此，赛斯认为对于流行病的研究应该更加全面，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学层面，还需要考虑到人的信念和灵性等方面的因素。接种疫苗，身体的化学性被扰乱了，使身体的生物完整性受到了污染，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对一个真实的疾病反应，却是在对一种生物上伪造的入侵反应。身体过度运用它的抵抗力，以至于后来染上了另一种病。赛斯认为，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生物体系，每个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。他认为，人的身体是可以自我修复的，但是当身体的化学性被扰乱时，身体的生物完整性会受到污染。接种疫苗的研发和应用使得身体的化学性受到干扰，从而对身体的生物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。因为人体知道它不是在对一个真实的疾病反应，而是在对一种生物上伪造的入侵反应。这样的反应可能会使身体过度运用它的抵抗力。此外，身体对于疾病和病毒有着自己的认知和反应方式，因此在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病毒和住在人体内的病毒之间存在着差异，这也可能导致身体对于接种疫苗的负面反应。总之，赛斯认为身体的生物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，而对于疾病的防治应该从整体上考虑，而不仅仅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达到简单的防治目的。